来吧，新玩具。今天咱们先玩一个5.2TOS 新出的这个 BB39的这一款小匣子，盒子的封绘依旧是5.2的风格，透明的窗户可以看到里边的内容物。背后这里铭文的展示啊，这回叫做浩劫。同时呢，这一回的首批预约特点是这个东西，其实相当于一个支架。这个支架你可以延展看，后边有说明书啊，来把这个小的飞龙或者说翼龙啊、始祖鸟什么的，不管你觉得它叫什么，可以把它支起来。然后呢，其实你并排了4个支架的话，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匣子塞进去。哦，这里边还有一张小说明书的，这个相当于一个可以变形的支架吧。解锁开一个小钥匙孔，这里可以展开。哦，听到这个声音嘎吱嘎吱的，这个其实是赛钢料子的声音。下方这里的关节，它主要支撑的这几个关节是齿轮的，所以支撑的力度还可以吧。上次我看就有很多人在说啊，哎呀，这个声音嘎吱嘎吱的太难听了。其实这是赛钢的声音，这种料子坚固度特别的高。这个有点像上次咱们玩蜜蜂的时候，它有那个蜂巢的积木啊，一块一块的可以打起来变成不同的地台。这一回的这个支架呢，也可以根据你适应的不同环境吧，你去搭配它，去怎么去支撑，挺好的。我们放到一边，然后就是这一回这个匣子的本体了。翼龙的这个匣子有点意思，我们先来开匣吧。掏出来，可以看到这一回翼龙的匣子也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变形，而且上面融入了很多透明件，包的每一个面其实都很好看。它身上的武器也是可以一体搭载收纳在这个匣子的方体上的，很漂亮。我们来把它拆一下。首先把这一块深黑色的零件往下压，压下去一个角度，脱开这里的2个卡扣。接着把这一块左右，这里有很多的连接位点，把这一块展开，打开一面。这里也有个插桩啊，下方这儿有一个头，然后这里有个头，你都把它打开，延展开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翼龙2个武器卸下来了。拆出来以后稍微的变一下，这里有2个透明的刀刃，这边还有一个小波点啊，方便你抠出来。然后我们继续接着变这个地方，翅膀延展开，不需要管它。我看先解锁这里的透明，在下方这里压了2个卡扣，打开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关节解锁开了，继续延展，拉直。然后呢，对于造型来说，这一块透明零件其实是往后翻的，但是我个人感觉呢，不要按说明书把它完全的折到底，说明书让你背到后边去。我个人喜好呢是把它立起来，让这一段关节可以往前折。你这样变完了翼龙翅膀以后，你就可以往前后的那种造型去摆了。反正这个由个人喜好吧，看个人的调整。好，把小爪子给它们立起来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可以把这2块往前推，腾开空间。接着小三角立起来，这一块深黑色的第一个解锁的卡扣立起来，然后往起拉，它下方这里是有一个弹簧的，拉起来以后旋转180度，翻过来。接着2条腿中间这里也有一个卡扣，解锁开，往前折，把这小脚露出来，小爪子放好。另外一边也是，拆开这个卡扣，足部给它翻出。好，摆一摆这样的造型，基本上这个大概的形态是有了。好，编到这一步不要着急了，再翻到这里，左右这里又有2个白色的小零件，翻开下方的卡扣，左右打开，然后往前翻，翻开这个透明零件，接着把肚皮下方的这一块白色的零件抠开。这个零件抠的时候有一点紧，它左右有一个搭扣，这里的
搭扣这里打开，然后头从肚子里边翻出来，脖子有很多段的连接关节啊，把它都整体掏出来。然后有一个小细节不要忘，胸前方这里啊又有一个透明的盖子，在变成鸟形态的时候，这一块是要翻起来的。这一回再往里盖，同时呢卡在脖子下方的这个凹槽缝里，定在这儿。左右的这两个呢，这回就不扣了，变成这个斜的一个造型啊，看起来就像它的腹部这里一个圆弧的过渡。刚才这一片是这样的，卡到底有个哒的一声感觉。这个往回扣的时候，先把这个三角区搭上去，再往回扣。哦，对，这里还有一点点啊。背后这里的这个背夹往后拉一下，往后一拉，这里就解锁开了。我们可以拉开这个空间看。在逆变回匣子的时候，把它压回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挂钩，往前滑动推一下，就把这个挂钩锁上了。变成鸟的时候呢，往后拉，这块就弹起来，这个是最后的晚点之一。弹起来以后，我们再扣尾巴，就把这两个卡扣跟背部这里再锁定到，尾巴翘起来，基本上这个翼龙的大概轮廓就有了。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小联动，往出一拉，这一块中间相当于那个翼龙翅膀那个瓣膜吧，那个东西跟它们延展出来。同时翅膀这里的这段关节，它也不妨碍它的移动。小爪子往前放，这里边别忘了还有一节，这里有一个类似于大拇指的，把它抠起来。好，为啥我刚才说把这一节关节扭成这个角度？你这个时候翅膀是可以往前的，这样更多的一个活动空间。最后把这两个小零件往下一背，我们把武器拿出来，武器可以插在这个洞洞里，插哪面呢？由个人喜好吧。哎，就更像飞镖了，翅膀上面挂两个这样的导弹一样的武器啊。可动方面很好啊，脖子这里边有多段的关节，嘴巴也是可以打开的。眼睛的部分压住的是一个深蓝色的透明键，很好看。翅膀这里有多段的活动关节，甚至你怎么折叠，它的角度都很合适。而且呢，在对于这个翼龙的仿生形态下，就是你甚至可以趴在地上，让这个翅膀收起来，趴在地上四足站立行走，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。我们刚才解锁开背部的这个小的机关，它是干啥的呢？它可以糊上翅膀，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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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扑棱哪吒。这个能想象到联动的这个机构真的很好。这个基本上算是52 Toys 在这个匣子精系列里边又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机构吧。以前的这些猛兽侠倒是并没有见过有这个激发的联动机构啊，真棒，这个是真不错。然后我们摆摆造型，就可以把这个支架插进去了。当然这一节我们不需要啊，把它折到下边去。好，52 Toys 猛兽侠的这款翼龙变形就完成了，玩点还是非常棒的。它等于这一回融入了一个联动机构。上一次能这样玩的一款玩具还是在 IDW 4.0 时代，我记得那时候的那个黄蜂勇士吧，它背后也有一个这样的激发开关，能让黄蜂的翅膀汪汪汪的飞。但是呢，可能碍于成本的关系吧，现在在官方做变形金刚的时候，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联动机构了。但没想到在52 Toys 的这个匣子精上面，竟然又实现了出来，很棒。加上这一回的这个多功能的万用支架，可以把它摆一个飞行的姿态放在这里，总的来说非常的好玩。这一回的玩点在这个匣子精上边又突出了一部分，又把这个新的玩点融入进去以后，感觉52在将来设计这个变形玩具的领域里边，尤其在原创潮玩这一块走的这条路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可以说设计再次提高了。好东西。
这一款大概就是这样了。